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庭版的新疆奶酪包，有着奶酪的香甜、葡萄干的酸甜、坚果的香脆，吃起来相当的哇塞。而且这种地方的特色美食肯定是现做现吃才最好吃嘛。由于我们没去过新疆，可能做的不太正宗，但是按照今天的这个方法，用料十足，真的特别好吃。首先来和面是在600克的高筋面粉里加入6克的酵母粉、30克的奶粉，先简单的搅拌一下。简单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80克的白砂糖、320克的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，大约60克，然后把材料先揉成一个粗糙的面团。做面包，牛奶、鸡蛋这种液体材料要用凉的，要保证面团揉好之前不能发起来，不然做出来的面包就不好了。那简单的揉成一个面团之后，最后再加入50克的黄油、2克的盐，揉出粗膜就行了。其实做大部分的面包都不需要揉出很细的手膜，尤其是像咱们在家里来做，能揉出粗膜，其实就能做上几十上百种的面包了。揉面的时候，尤其是天气比较热，得稍微快一点，可以用揉拉摔，就像做拉面一样，大概10多分钟就能揉好。如果家里有和面机的话会更方便，没有的话就像这样手揉面团来做面包，其实也很简单。那怎样去判断呢？就是揉到用手拉起来很轻松还不断，就算揉好了。揉好之后就放回到和面盆中盖起来，进行第一次醒发。之前也分享过一期很详细的手揉面团来做面包的视频，需要的朋友可以进入我的主页去看一下。那醒发的时间随着温度的变化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看面团的体积就行了。第一次就醒发到5分，体积膨胀50%左右。接着就把醒发好的面团分成2个，揉一揉放进模具里，也不需要复杂的处理，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。模具是用了2个8寸的蛋糕模具，大小正合适，刷上一点油，方便烤好之后取出来，然后把面团放进去，就可以进行第2次醒发了。如果家里的烤箱有加湿醒发功能的话，做起来会更方便，没有的话就直接放进去，可以放一盘温水在里面辅助一下。第2次就醒发到体积翻倍，看着已经有模具的8分满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取出来烤箱升温了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偏下层，就是保证面包在中间，烤35分钟左右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更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5度。面包放凉了之后再脱模，然后用袋子装起来就行了。那如果是没有烤箱和模具也能做，可以找一个不锈钢的盆子，2次醒发好了之后，用保鲜膜或者是锡箔纸包起来，找一个蒸锅，先把水烧开，水开之后放入面包，蒸45分钟左右。蒸出来的颜色没有烤出来的好，但是口感味道都是一样的。那接下来再简单的做一个奶酪酱，是300克的奶油奶酪，但是叫奶酪的产品挺多的怕朋友们买错了，一般包装上都会印有这个英文单词。奶酪最好是先隔着热水融化，这一步很简单，融化之后再加入30克的白砂糖，然后在水里取出来，用搅拌器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稍微一放，等温度降下来，再加入120克的稀奶油，但奶油和奶酪一般是不含糖的，感觉吃起来不甜，可以适当的再加点糖。最后把材料搅拌均匀，轻微的有一些打发就算做好了。那接着再准备少许的果干和果仁，可以选2种自己喜欢吃的，我们家的蔓越莓和葡萄干比较多，就用这2种了。但是果干是风干的，吃起来有点硬，可以加入少许的朗姆酒，简单一搅拌，用保鲜膜盖上，焖10分钟，这样就会变得软一些，而且借助酒的香气，味道会更好，就和咱们吃的提拉米苏一样，里面也会加入少许的朗姆酒，还能起到杀菌的作用。如果没有，就用清水冲一下也行。坚果可以准备少许的核桃碎，放在烤箱里烤一下，放凉了，这样吃起来会更香。那所有的材料准备好了，就把面包切成4份，四周抹上奶酪酱，再沾上果干和坚果。建议面包中间也加上一些奶酪酱，
毕竟外面的坚果和奶酪吃没了，就只剩面包了，那样吃起来就不好吃了。准备的这些材料正好是可以做8个的，最后撒上一些奶粉，咱这个奶酪包就做好了。自己做的没有任何的添加，而且分量十足，吃起来老带劲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